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婆家人掐我，我踹他的命根子；婆家人打我，我拎起菜刀拼命；婆家人欺负我是个孤儿，无依无靠。谁知本是顶级富豪，坐着豪车出现，对我说：“爸爸来接你了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费尽心思做得满满一桌子饭菜，显得格外讽刺。婆婆在我对面，满脸愧疚：“子安啊，你看，当初你们认识没多久就结婚，太匆忙，现在离婚，对你挺好的。这是怪高静，她还是个孩子，冲动。你放心，离婚了妈还是会把你当亲闺女疼的。”攥紧拳头，我深吸口气，并未作声。他见状，拍拍身旁的大儿子高笑，使了个眼色。高笑正喝着酒，被婆婆一瞪，立刻板起个脸：“弟妹，不是我说你，不都说结婚讲究个门当户对？我弟可是我们村唯一大学生，那以后可是要当官的料。你孤儿院出来的，在个小公司打工，长得还凑合，那也不能当饭吃，瘦了吧唧，一看就生不出儿子。邻居一看笑话死了，两个人一唱一和，仿佛我就是高静辉煌人生的绊脚石。高静却在旁一声不吭。我压下心中渐气的怒意，问他：“高静，是你的意思吗？”他抬头和他妈对视后，扭头看我：“子安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不爱你，你应该找个爱你的人。”我震惊了，当初那个死皮赖脸的追我，天天跟我说爱我的是鬼吗？我以为高静人老实本分，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没想到看走了眼。我没有犹豫，不想与垃圾为伍，委屈自己。好，离婚。此话一出，高家三人立刻笑容满面。高静忙不迭地给我夹菜，声音都带着兴奋：“明天周一，你请个假，我们赶紧去办了。”我求之不得，既然要离婚，这房子是我买的。高静，今天请你收拾东西，离开我家。什么？这是你的嫁妆？你怎么好意思要回去？他妈蹭地站起来，不敢置信指着我：“子安，这是你们的婚房，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。这样，房子卖掉，钱你和高静平分，给你的彩礼钱我们也不要了，算给你的补偿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你是老糊涂了，懂不懂法？让你长不大的小儿子给你科普一下，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和高静半毛线关系都没有。”高静敲敲桌面，厉声道：“你对我妈客气点！”我倏地全力踹了他的座椅，他猝不及防地连人带椅摔倒。他有什么资格让我对他客气？高静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怒气冲冲：“她是你婆婆，我妈说了，只分房款，彩礼钱不要了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本来以为你是个温柔体贴的姑娘，没想到才结婚几天，你就原形毕露了。”啪！筷子被我用力摔在桌上，弹飞后狠狠打在对面他妈和高笑身上。高静，当初彩礼你说你家穷，意思下就给了18000，之后你说工作单位离家远，把18000拿走，交了车子首付。你脑子是被狗吃了吗？你住着我的房，开着用我彩礼钱买的车，结婚不到1个月就闹着离婚，现在还打起我房子的主意，你还有脸说我瞎了眼了？图你什么？图你穷还是图你快？我的句句指控说得高静脸色乍青乍白。他薪水不低，但吃喝玩乐大手大脚，基本没有存款。高笑一抬手把桌上的酒杯摔在地上，玻璃渣崩得到处都是。他摸了把嘴角的菜籽，随手抹在上衣，大声地吼道：“臭娘们，你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无父无母的贱货，就你也配在劳资面前叫唤？也就是我弟肯娶你，
你祖宗烧高香，你可偷乐吧？你他妈的，要是我娘们，劳资非得把你腿打断。面对他满嘴喷粪，我冷笑一声，毫不留情地戳他肺管子。你这个啃老的败家子，给我闭嘴！一把年纪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一事无成，好吃懒做，啃父母，啃亲弟。你怎么好意思还活在人间喘气？我的房子是我自己辛苦工作攒钱买的，我全靠自己。你妈真是养了个好大儿，一个啃老，一个无耻，请你们一家锁死，永不分离，别祸害别人。他妈被我这么一说，脸上彻底挂不住，急得跳脚。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高笑立马窜到我面前，猛然掐住我的脖子，蛮力把我从椅子上拖拽按在墙上。我后脑勺狠狠地磕到墙上，脑袋晕眩，脖颈间的大手越发用力，窒息感强烈。高笑面目狰狞的表情近在咫尺，这群恶人，我不能让他们得逞！强烈的求生欲涌起，我拼命地挣扎，一脚踹向他的下身。啊！高笑发出一声惨叫，捂着下体痛苦倒地。我立即大口呼吸，靠着墙壁缓解晕眩的无力感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！高老太太惊恐地扑向高笑，眼泪哗哗掉。吴子安，你真是个毒妇啊！想让我们老高家断子绝孙吗？小静，你看你娶的好媳妇哟，她这是要杀人啊！高静闻言，一把拽住我的头发，凶狠地说：“你这个贱人，我看你真是欠打！”头皮被扯得生疼，我不管不顾地冲着她的脸抓挠。高静来不及躲避，左脸被我抓了2道血印，她吃痛地放手，抓住机会，我转身冲进厨房，抄起一把菜刀，对着高家3人放狠话：再敢碰我一下，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。他们瞬间安静，望着我手里的菜刀，没人敢上前一步。高老太太偷瞄我后，扶起缓过劲儿的高笑，边往外走边低声哭诉：造孽啊！我们老高家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等我死了下去，怎么和你们爹交代呀？小静，赶紧离了吧，咱们家别沾这晦气了。高静跟在后面踏出了门，回头恶声恶气地甩下句：你等着！我咣地把门关上了，世界安静了。我回头再看这精心布置的婚房里，满是一片狼藉。我和高静是闺蜜王丹介绍的，她和高静是同事，她极力推荐说高静是个好男人，撮合我们，让我一定不能错过。对高静的第一印象，浑身带着清爽干净的气质，长相周正，而且彬彬有礼，举手投足间进退有度。虽然家庭条件不好，但是他却有股积极向上、努力奋斗的劲头。相识后，他每天接送我上下班，3天2头的鲜花礼物送不停，这让本是孤儿的我找到了被人呵护的感觉，完全沉溺其中。于是，仅认识1个多月，我们便闪婚了。我以为我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，未曾想结婚没几天，高静突然提出离婚。墙上的婚纱照，2人亲密依偎的样子，刺痛了我的眼眸。我心中一阵酸楚。到最后，我还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没有家。闺蜜王丹突然打电话进来：“子安，你还好吗？”她软糯的嗓音一如既往的温柔。我吸溜鼻子往楼上走：“我很好。”高静她太过分了，子安，你想开心，以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男人。王丹这么快就知道了，看来高静是得偿所愿，恨不得让天底下所有人都知道她又恢复单身了。不用了，我累了，我婉言谢绝。王丹却没有停下话题：子安，我听说你俩闹了点小意见，因为车房的问题，听说他哥不好惹，被他缠上很麻烦，其实你就分点钱给他家，破财免灾。凭什么？
我纳闷地反问他：我被他甩了，我还得供着他，让他吸我的血，我贱吗？啊，不是，子安，你别误会，我可是你这边的，我这不是希望你能顺利地解决这事，好安稳过日子吗？你是我的闺蜜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吴子安，我是好心帮你解决问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心当作驴肝肺，我真是瞎眼了。王丹嗓音刹那变得很尖锐，不等我回复就挂了。一晚上的糟心事，我也没有心思再找他谈心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高静先做了离婚登记，正式取离婚证需要30天后。高静跟着我身后，压低嗓音说：协议虽然写着我净身出户，但那18000你得还我。我懒得理他，出门就看到王丹早已等在门口。她一身红色长裙，婀娜多姿的身影吸引了来往不少行人的目光。想到昨晚的通话，我正要上前时，高静抢先一步从我身旁掠过，她抱住了王丹。我微愣，注视着他俩相拥的模样。王丹眼神带着挑衅，远远地望着我，直至高静拥着他走到我的面前。他俩竟然在一起了，我还没细想。高静嘲笑地看我，哼，我告诉你，我最爱的始终只有小丹。若不是小丹劝说我，我怎么可能看上你个孤儿，和你结婚？王丹娇羞地笑着，亲了高静。不好意思，子安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静哥是我的前男友，只不过之前有些误会，我们分手。我看你无父无母，又穷又可怜，才把他介绍给你的。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，他们俩瞒着我，还有这种关系。从头到尾，我被一直蒙在鼓里。他俩带着胜利者的得意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好不威风。看在小丹的份上，房子我不和你计较，但车你也别想拿回去。我反手就是一巴掌，真是高家的熊孩子，不打不行，赶紧滚！多看1秒，我都觉得辣眼睛。周遭行人纷纷停下脚步，侧目私语。高静捂脸，甩开王丹，愤怒地扬着拳头要揍我。行人见状纷纷出声。大庭广众之下，高静咬牙切齿地被王丹拦下。高静，子安他是个孤儿，没家教，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。王丹一副假惺惺的作态，字里行间全是嘲讽。他摸着高静被扇的脸，不满地责备：高静怎么说也曾经给过你家的温暖，你太没良心了！我的三观快震碎了，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一个二个，我像是捅了无耻的老巢。你是不是也想挨扇？我活动手腕，不介意再给他一巴掌。王丹红着眼眶，瞪着眼向四周的吃瓜群众控诉我的暴行。你们看，我最好的闺蜜抢走我最爱的男人，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他还要从中作梗，阻挠我们。我知道你从小缺爱，渴望有个家，但你也不能拆散我们呢。我们看你可怜，没想到你变本加厉，越来越过分。高静赶紧揽住他，瞥我一眼，他有娘生没娘养，你犯不上为他伤心。我正要发作，身后猛然出现个人，他身穿清洁工的制服，挥舞着大扫帚，冲着俩人乱打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把扫帚耍得虎虎生威，他一边追着俩人狂打，一边喊：谁说他没有父母？我就是他爸爸！你们这2个小兔崽子，我非得打死你们！俩人被大扫帚打击得毫无招架之力，抱头鼠窜，慌里慌张地跑远，成功击退2人组后，大叔才喘着气，拖着扫帚走到我面前。我仔细打量这位身材高大却气度不凡的大叔，虽然是位清洁工，但衣服格外整洁，似乎有着某个牌子的香水味。大叔憨憨地擦把汗，
有些局促地看我。大叔，谢谢你。我确认从未见过他，而且我知道他肯定是听到了高静和王丹对我的嘲讽，才好心帮我。大叔闻言呆怔，眼中泪光汇聚，声音竟有几分哽咽。我是你爸爸。我有些尴尬，虽说你帮了我，但也不能一直占我便宜当爹吧。谁料大叔像想起了什么，翻出钱包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，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，怀抱着婴儿，而那女人的面容竟和我有7、8分的相似。大叔抹泪，举手发誓：子安，我们现在去做亲子鉴定，我真是你爸爸。我一愣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？大叔把清洁工的外套一脱，抬手一挥，突然一辆加长林肯驶至路旁。在我一脸茫然中，他整理下领口，严肃地开口：子安，你放心，你爸我很有钱。等我缓过神时，已经坐在市郊豪华别墅区其中的一栋里，手握着新鲜出炉的亲子鉴定。鉴定结果显示，我和大叔真是亲父女。爸爸此刻拿着放着我妈照片的相册，简单讲述了事情的缘由。小时候，我趁爸妈出门谈生意时，私自出门跑丢了，寻觅几年依然未果。我妈郁郁寡欢，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爸爸从未放弃过找我。今天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时，发现了与我妈极其相似的长相，才迫不及待上前相认。妈撒着照片上妈妈的轮廓，想到我此生再也没有机会承欢膝下拥抱妈妈，忍不住失声痛哭。爸爸也跟着我泪流满面，轻轻拥我入怀，不住喃喃道：你还有爸爸，你放心，以后有爸爸在，再也不会让你欺负你了。然后爸爸雷厉风行地带我买衣服、买包、买车，我从平民直线飞跃到富家千金的行列。我没想到，我穷其半生，我有个亲爸，竟然是个富豪。他的寻觅集团称霸半个潮汐市，旗下公司五花八门，各行业都有涉猎。子安，来老爸公司，将来公司都是要交给你的。爸爸语重心长地说，塞给我一堆文件。我对他说，需要把之前公司的交接工作做好，再去公司报道。他十分担心，想要给我配上几个保镖，被我婉拒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，我就去交接个工作，不知道的以为我要去闹事呢。结果我刚进公司，连辞职信还没来得及交，就被叫到主管办公室。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除了主管，高老太太也在这里，真是阴魂不散。高老太太从我进门起就斜眼瞥我，主管脸色铁青，不耐烦地敲桌子：吴子安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欠奇想公司高组长的钱了？人家老太太都找上门了，要是因为你，我们和奇想公司生意泡汤的话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赔。我所在的公司是个规模很小的私企，前几天刚和高静所在的奇想公司谈了一笔买卖。我和高静结婚时，因为她想低调，所以公司里所有人都不知道高静是我老公。主管一向看人下菜碟，知道我毫无背景，拉不来大客户，屡次明里暗里给我使绊子。原来我为了工作还会忌惮主管的威严，现在有了爸爸，压根就更不在乎他的责骂。我摊手，没有。你放屁！高老太太拍着大腿，又开始闹事。那可是我儿子挣的辛苦钱，给我的养老钱，就是被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骗子抢走的。看我是个老婆子就欺负我呀？你是他领导，你可要替我这个老婆子做主啊！你们公司这么大，有这么个老鼠屎，现在他骗得我钱，回头就会偷你们公司的钱。主管显示被他烦了许久，高声呵斥：吴子安，
赶紧把钱还给人家，一天到晚光知道给我添堵。我笑了，我又不欠他的，要还你还，少待我。吴子安，你什么态度？我好心帮你处理破事，你倒摆起架子了。我告诉你，啪！我把工作证摔在他面前，打断他的话，趁我能好好说话时，别逼我掀你桌子。主管呆愣愣地看着我，似乎不相信这是我能干出来的事。你这个月工资也别想拿，不要了，就当是吃你席的钱了。撂下话，我头也不回地开门走人。高老太太锲而不舍地追出来，在大街上扯着我不放手。你别跑，欠了钱就想跑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你不是有爹了？你不还钱，就让你那扫大街的爹还，子债父偿，不然你们全家都别想好过。他死活不放手，又哭又喊，惹得路上往来行人纷纷举起手机拍摄。高老太太这死缠烂打的劲儿，实在是让我恼火。我使劲挣脱开，摔了他一个坚实的屁股墩儿。他顺势坐在地上，不断造谣胡说八道。总算明白为什么高静会是那副样子，原来骨子里继承他家的真传。这高家从根上就烂的一批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高家骗婚，把我工作搞丢，现在还诬陷我拿钱，威胁我。果然人至贱则无敌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你高家断子绝孙，后继无人。放屁！我儿媳妇都怀。高老太太脱口而出的话戛然而止，随即她惊慌地看我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爬起来匆匆离去。王丹怀孕了，难怪高静非要执意和我离婚。但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想通，他俩既然之前是情侣，为什么忽然分手，非要撮合我和高静？总觉得其中必有蹊跷。回家后，我把事情的始末都告诉了爸爸，爸爸暴跳如雷，非要亲手劈死高静。我连忙劝阻，爸爸，我想亲手教训那个渣男。现在我有个疑惑，关于王丹。爸爸听完后，让秘书找了个私家侦探，保证2天之内给我结论。那么就先从高静开始吧，负我的怎能不付出代价？次日，我代表来到奇想公司，我踩着恨天高，挎着限量版 LV 包，大步流星踏进高静的策划部。高静一见我，脸都绿了，丢下手里的资料，快步朝我走来，装作不经意经过身边，实则压低声音，怒气问道：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这包你从哪里弄的假货？真丢人！”我嫣然一笑：“你妈搞丢了我的工作，我当然也得如数奉还。”高静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眼底都是嘲弄：“你有病吧？我看你有什么能耐？一个清洁工的下贱女儿，能翻出什么花来？”此时我看到拐角处，王丹笑颜如花地正和一个女人聊天，往这边瞥了眼后，笑容立马僵硬在嘴角。“哎呦，这位就是寻觅集团的业务代表吗？果然是年轻有为、美丽动人的小姐，快，里面请。”一位胸前标有部门经理名牌的男人走到我面前，恭维地打招呼：“那个高静，赶紧去倒茶。”高静傻愣住，整个人像魔怔般毫无反应。我优雅地从他身边掠过，留下一句：“3倍奉还。”高静在我和部门经理谈话时，给我放下茶，我浅尝一口，淡淡说：“太烫。”部门经理对着高静使眼色，高静咬牙去换。第2次上茶，没味道，高静再次去换，太凉。高静终于按捺不住爆发了，横眉竖目地对我吼：“你是故意的！”我立刻板着脸看部门经理：“你们公司员工素质太差劲，这合作还怎么谈？”部门经理马上道歉，当着我的面劈头盖脸地痛骂了高静。我饶有兴致地欣赏了全过程，眼见高静吃瘪的怂样，
心情舒畅。部门经理口沫横飞地骂完后，试探性问我：“您看，我们与贵司合同今天是不是签订？”当然，我拿出合同，翻到最后一下，上面我方已经签字盖章。我有个条件。部门经理一见合同，两眼放光。您说？我抬手指向他，笑笑，开除他，马上签。吴子安，你他妈的！高静抓起茶杯怒摔，伸手想打我，却被突然闯进来的保镖直接按在地上。部门经理吓了一跳，很快反应过来，打电话给人事部，要即刻开除高静。我把合同递给他，他乐得合不拢嘴。高静被压得匍匐在地，动弹不得。我抬脚踩上他的手指，他痛得嗷嗷叫。这份见面礼你喜欢吗？操，嘘！我做了个禁言的手势，俯视着他。你多骂一句，就会收到更大的惊喜。高静想骂，却又不敢出声，气得脸红脖子粗直喘气。王丹火急火燎地闯进来，一看到高静被人按在地上，急吼吼地去扯保镖。保镖正要动手，我出声阻拦：“别动她，她可是个孕妇呢，伤到人家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”他震惊地盯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笑而不语：“还不是你那恶婆婆说的。”转头对着部门经理叮嘱说：“这位可是高静的未婚妻，而且怀孕了，你们可要善待人家，多照顾人家。毕竟高静辞职就靠她养家了。”部门经理可是个人精，眼珠子一转，连忙点头：“那是当然，当然。什么辞职？他怎么会辞职？你在胡说什么？”他顿时慌了，拽着刚起身的高静，不停追问：“你说是不是他逼你的？”高静狼狈地低垂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在王丹仇视的目光中，带着保镖翩然离去。2天后，我接到了王丹的电话，约我见面。他提前点了我喜欢的奶茶，语气柔和：“子安，我们之间有点误会，要不是我不及时说开，真的会影响我们俩的感情。”我一言不发，想听听他能说出什么新花样。我和高静原来是情侣，这是本来我想告诉你的，但高静这人比较低调，所以一直没有对外宣扬。但是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一定不会因为这个生气的。高静现在因为你失业了，没有经济收入，一直住在我租的房子里。你也知道，我俩是准备结婚的。之前他给你的彩礼虽然不多，但是确实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。你现在身居寻觅集团的业务代表，肯定也不缺那18000的，就还给我们吧。我挑眉打量着他，今天他还特意穿了身名牌，根本不像是缺钱的样子。你现在这身衣服我很喜欢，反正你衣服很多，肯定也不缺这身。你不如现在脱了送给我吧。王丹顿时脸色煞青，我背的手青筋暴现。吴子安，别以为你能进大集团就趾高气扬，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迟早会被人撵出去滚蛋的。我拿起奶茶，抬手就泼了他一脸，嘴臭的都赶得上村里的粪坑。你自己闻不到吗？王丹气得浑身发抖，抹掉脸上的饮料，想拿自己那杯时，我手快地抢走，又泼一杯。他精致的妆容彻底被奶茶摧毁，惨不忍睹。2杯够不够？不够我再点啊！王丹彻底发疯，他尖叫着掀翻桌子，不顾一脸的狼狈，嘶哑地喊：“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才是最傻最蠢的那个！要不是我以为自己不能生育，我会把自己的男人让给你。要不是我，你连个男人都没有。结婚了又怎样？”我勾勾手，高静还不是乖乖地回到我身边。我翘起2郎腿，端详着新做的美甲。你怀孕了吗？王丹一愣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怀孕了吗？我微微笑笑，又问了他一遍。他慌张地盯着我，
眼神躲闪，强装镇定。当然，我看着他，笑得肆意。可是，我这里有份你的体检报告，上面说你免疫性不孕，子宫畸形，终身无生育能力。你闭嘴，别再说了。王丹气急败坏地打断我。最终，这场见面不欢而散。他还妄想从我身上能拿走1分钱，真是个笑话。一到家，爸爸正在沙发看着手机蹙眉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屏幕上是那天在公司楼下我把高老太太甩开的画面，下面评论都是亲切问候我18代祖宗的。畜生啊！他当街就这么虐待老人，没有良知。听说这是他妈呀，对自己的亲妈这样，有这样的女儿，还不如当年怀她的时候就打了呢。果然是最毒妇人心，看起来就像个蛇蝎美人。操了，千万不能找这样的女人。靠，严成这个不是人的东西。爸爸啪地关掉视频，就要给秘书打电话。爸，不用管，怎么能不管？你看他们骂得多凶，一群键盘侠啥也不知道，就跟着瞎起哄。他吹胡子瞪眼，那架势恨不得把评论的人吃了。都说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看看这些人，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缘由，仅凭这短短10几秒的视频就断章取义。我安抚着爸爸，我心中自有丘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随后的几天，这条视频越演越烈，引起了广泛关注，甚至登上了热搜。有人已经开始扒我的身世了，从孤儿院开始，说我霸凌同院孤儿，欺负同学，打压同事，更有甚者，找到了王丹的联系方式。王丹趁机又暗示了网上造谣的那些都是属实的，说的有模有样。网友一听更是群起激昂，还跑到寻觅集团的楼下示威。高老太太仗着舆论压力，硬是又在楼前上演了一番苦情戏。她结婚几天就要和我儿离婚，收了彩礼还不退还，把我儿子的工作都搞丢了，自己进了大公司逍遥快活，不管我儿子死活。老天爷呀，这可让我们一家老小怎么活呀？此时我正站在楼上办公室俯视，秘书敲门后推门询问：安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那就放吧。随后集团大楼外设的屏幕上播放了一段视频，是他高家3人提离婚大闹我家的那段。我现在都万分庆幸，为了安全我装了监控，而高静他不知情。原来一面倒嘲讽的网友这才清楚事情的真相。什么呀？要离婚的是他儿子啊，他怎么诬陷人家姑娘呢？太小气了吧！现在谁家给彩礼才1万多块钱，而且还全被男方自己用了，现在回过头又找儿媳妇要钱，这也太无耻了吧！贼喊捉贼呀！这高家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差点冤枉了那女生，她嫁到这高家真是倒霉透顶。高老太太没想到事情突然转变，在偌大的屏幕下显得慌张失措，开始站在她这边的群众都已经倒戈相向，对她唾弃谴责。她顶不住泰山压顶般的指责，灰溜溜地逃走。万万没想到，赶走了高老太太，高笑又跑到我这里上赶着送人头。他骑着辆摩托堵在公司停车库门口，头盔下依然无法掩饰他滂臭的嘴脸。操你个臭娘们，敢摆我们一道，劳资今天就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从旁边驶出2辆车，跳下10几个黑衣保镖，个个凶神恶煞地看着他。高效嚣张跋扈的气焰瞬间熄灭，调转车头加足马力，瞬间就窜出去。我一招手，黑衣保镖迅速上车，追着他疾驰，不想在市区动手，免得又被人拍上热搜。直到郊区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才逼停他。一群人围着他，
高笑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他保持着跨坐在摩托的姿势，惊恐地看着周围这一圈的人，最后慌里慌张地大声说：“杀人犯法，法治社会。”我从车里抽出崭新的棒球棍，冲着他的头盔一棒子挥去，他咣当倒地。我甩甩被震麻的手，冷哼道：“有仇当场报，没有隔夜仇。”高笑抱着脑袋又是一阵打滚，嘴里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在骂娘。告诉你家那群垃圾，有屁快放，一个一个，你们不累，我都嫌累。果然，当晚高静就找到了我，不同于往日的人模狗样，她一身衣服皱巴巴的，完全没有以前春风得意的张狂。吴子安，你又不是没钱，我只不过让你把18000给我，有那么难吗？你我之间非要闹得这么难堪吗？你现在是步步高升，而我呢，因为你，我他妈工作都没了。小丹可是你闺蜜呀，为了上班维持生计，经理逼她辞职，她只能打掉孩子。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连孩子都没了。我很无辜，不解地看向他。我有钱，我有钱，为什么要给畜生？我不脑残。你的工作丢了，你憋屈；我的工作被你妈搞丢了，你怎么只字不提呢？小丹以前是我闺蜜，现在屁都不是。她是你老婆，又不是我老婆，你得养啊。你说经理逼她，她打掉了孩子。我想到王丹那天失措的眼神，觉得好笑。高静，你蠢，你活该。高静双眼喷火，恨不得下一秒就扑上来咬死我。我在手机屏幕上点了点，他很快收到一份电子邮件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想里面的内容很感兴趣。我慢条斯理地讲话。邮件里是王丹的体检报告，他证实了终身不孕不育。胡说什么你？高静瞪大眼睛，满脸都是不敢相信的神情。你就是嫉妒我们恩爱，还想挑拨我们，想让我还爱你，痴心妄想。你可别，我看到你就恶心，自己少一银了。我受不了的打个冷战。高静她哪里来的自信？觉得这一切是因为我还爱她，看她不死心。我又放了一段录音。你怀孕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怀孕了吗？当然，可是我这里有份你的体检报告，上面说你免疫性不孕，子宫畸形，终身无生育能力。你闭嘴，别再说了。随着王丹尖锐刺耳的嗓音，像是划破了高静最后的坚持。真相被揭露的一瞬间，他颓然松手，神情凄然，垂着眼眸失神落魄。我冷漠地去了他一眼，眸色骤冷。高静，若不是你贪得无厌，本来你我也可以好聚好散。你们家狼狈为奸，丧尽天良，穷凶极恶，必定天理难容。你的贪婪，让你最爱的女人欺骗你，让你到最后一无所有，终归让你得到应有的报应。高静，他表情逐渐僵硬，连脸颊上的肌肉都在抽动，随后倏然拉住我，扑通跪在我面前。子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们和好吧，我们不离了，我爱你。子安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真的。我狠狠地甩开，对高静的厌恶情绪到达顶峰，反手呼了他一巴掌，滚。几个月后，我在街角咖啡厅看到有个衣衫破烂的乞丐在翻垃圾桶。高静，我托腮瞥了眼，问坐在对面的爸爸。爸爸冷哼，他欺负了我的宝贝，没弄死他就是对他的恩赐了。闺女，我们给他套个麻袋，再揍他一顿吧。我给我爸竖起了大拇指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，简单粗暴，我喜欢。据说高老太太堵在王丹家门口，骂他是个下不了蛋的野鸡，大吵大闹，惹得邻居报警把他请走。高笑为了老母亲袭警，当场就被拘留。他回去之后和王丹大吵了一架，被王丹赶出门。
求职屡屡失败，亲戚朋友都敬而远之，后来不知去向。王丹和高静的烂事一爆出，在公司里更是被人戳脊梁骨。王丹忍受不了众人的指指点点，辞职连夜搬离本市，一切尘埃落定，终于又有全新的开始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为了锻炼我爸把我踢到了公司基层当小职员，没想到我男朋友嫌我是个穷逼，把我甩了，跟经理的外甥女在一起了。可是我爸是董事长啊。晚上男朋友洗澡的时候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卫生间里水流哗哗作响，他没听到。我走过去一看，手机屏幕上显示来了一条短信。我拿起手机，是 LV 官网的短信：姜卫先生，您购买的货品已于2024年4月23日上午送达您指定的地方，祝您购物愉快。我笑了，明天是我的生日。这些天看姜卫一直没动静，我还以为他忘了呢。我虽然不太喜欢 LV， 可是这毕竟是他的心意。我还是打开了他的手机，上了官网，看了看他下的订单。果然，他买了一个2万左右的蓝色小包，很清新，很适合夏天。这个颜色我挺喜欢的，看来他是用心选了。我看了一眼卫生间的方向，把短信标记未读。姜卫应该是打算给我一个惊喜，我就假装不知道好了。过了这半年，我也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其实我们现在实习的盛阳是我家的公司，我爸就是董事长盛开强。毕业的时候，为了更快让我接受家里的生意，我爸决定把我踢到基层，从小职员做起，不许跟任何人说我是你爸，你给我老老实实自己干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我迟早要继承家业，了解了解公司文化也挺好。但是我还是跟我爸多要了一个名额，把姜卫也塞进了公司。毕竟以他的2本学历是不可能通过投简历进盛阳的。那之后姜卫对我千恩万谢，这些日子一直对我很好，我也觉得他是个知道感恩的人。打算过段时间把事情跟他说清楚，看看结婚后能不能培养他在公司做个经理的职位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我等着姜卫的惊喜，可是直到第2天，我都没有收到关于这个包的任何消息。姜卫连一句生日快乐也没跟我说。他和往常一样坐着我的车上班，下车的时候还让我把车停远一点，别跟他一起进去。软软，我没别的意思。姜卫面色诚恳，我就怕他们不允许办公室恋情。其实没有，盛阳对办公室恋情一直是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。不过我也能理解姜卫对这份工作的重视，把车停到了地下停车场，自己上楼了。一进办公室，我就看到了沈田雅身上背着的包，蓝色的 Summer Stardust 系列，很小一只的手袋，官网售价20400，是姜卫昨天下单的同款。周围几个同事围着他，正在开玩笑：又换新包了，好幸福啊你！这包之前看过，2万多，确实好看。谁送的呀？一个同事冲沈田雅挤了挤眼睛，沈田雅碎发捋到了耳后，眼里闪过一丝笑意。男朋友送的，这不是纪念我们在一起了吗？昨天刚到的。我愣愣地看着他手里的包，一个系列，一个款式，一个时间。如果说这是巧合，那未免也太巧了吧。我心里一沉，同事们纷纷笑道：谈恋爱了呀，恭喜恭喜，你男朋友是对你真好。我们田雅长得好，家里有钱，是标准的白富美，你男朋友太有福气了，什么时候领我们见见啊？一边沈田雅瞥了我一眼，轻笑道：快了，
等让他请你们吃饭。一整天我都心事重重，我想或许真的只是个巧合。我跟姜卫在一起3年了，从大一开始到现在大4实习，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。他对我那么好，他应该不会背叛我的。可是直到晚上，姜卫也没有提过包的事情，他只是跟我说今天同事邀约他吃饭，要晚点回来。我静静地握着手机，在一片黑暗里等着姜卫回来，可他一夜未归，打他的电话都是关机。凌晨3点，我看到沈田雅发了个朋友圈，照片上2只手十指相扣，甜蜜的氛围都要从屏幕里溢出来了。我瞪着酸涩难耐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看着那条配文：未来可期，余生请多指教，相处3年，1000个日日夜夜。那只手就是化成灰了，我也能认出来，那是姜卫的手。2024年我生日这天，我就这样被分手了。早上姜卫回来的时候，我没说话，他带着满身的春风得意和香水味坐到了我身边，最后还是他忍不住先开了口：你都看见了吧？我抬起头看着这张熟悉的脸，毫无疑问，姜卫是好看的，俊秀的面容，1.83米的身高。之前追他的女生能排出几支足球队，可他从来没回应过。我一直以为他是不一样的。一夜未睡，我的嗓子已经干得不成样子。我坐在沙发上哑声道：为什么？我以为他会说什么遇见了真爱，他喜欢上了沈田雅之类的，可他想了想却道：我想留在盛阳。我愕然，什么？姜卫认真地看着我，曾经他眼里全都是天真的爱慕，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那双眼里的复杂已经让我看不清了。阮胜，我们已经不是小孩了，你哪里都很好，我很喜欢你，但是喜欢是不能当饭吃的。我看着他怔怔道：那沈田雅好在哪里呢？姜卫低头笑了笑，他哪里都不如你，但是他舅舅是盛阳的总经理。阮胜，我只是个2本，即使你帮我拿到了实习资格，我能留下的几率有多大呢？我想留在盛阳，我只能靠他了。我看着姜卫认真的表情，讷讷无言。这太离谱了。我想跟他结婚，让他当总经理，他却要甩了我跟总经理的外甥女在一起，这简直何其可笑。姜卫继续道：我不想出去打工，炒酒玩酒挣1个月几千块钱，盛阳是大厂，我真的很想留下。对不起，他说，但是没有物质的感情就像一盘散沙，都不用风吹，走几步就散了。阮胜，我没有办法，要怪就怪你舅舅不是总经理吧。我人傻了，这一刻我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伤心，我只是觉得很魔幻。是我舅舅是不是总经理，我也不知道我舅舅是干啥的，但是我爸是盛阳的董事长啊，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半晌后，我叹了一口气，直直地注视着姜卫。好，我成全你，祝你幸福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姜卫笑了，他凑上来轻轻地帮我整理了一下头发。我不会后悔的，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阮胜，希望你能早点看开，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确实很现实。谢谢你教会我这一课。我跟姜卫就这么分手了，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。没了男人，我开始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进了工作，每天加班到凌晨。最近企划部有一个合作项目，我一直在加班做提案。这个项目并不算大，但是因为之前被总裁亲自问过，所有各个部分都很重视，竞争非常激烈。如果我的提案被采纳，就能顺利地留在盛阳，或许将来就能参与规模更大的项目。之前跟姜卫住在一起，
我因为熬夜工作，怕影响他休息，甚至跟他分房睡了半个月，熬了整整1个多月，我终于做好了提案。到最后，因为昼夜颠倒，我都开始心慌气短。我知道是因为太过劳累，但是这次的项目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想不靠我爸，自己在公司做出成绩，这就是我最好的机会。第2天一早的交流会上，我拿着我早就准备好的提案，打算一鸣惊人。这个提案耗费了我不少心血，其实对于一个实习生来说，难度实在是有些高。但是好在我在家里常年听这些商业信息，多少有一些了解。我排在第5个，等着前面几个人讲完。可是等沈田雅上去的时候，我却愣了。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职业套装，脸上的妆容无可挑剔，正微笑着讲着手里的提案。可是那提案分明是我之前熬夜工作写出来的内容。我大脑嗡了一下，瞬间一片空白。沈田雅微笑着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饱含嘲讽和恶意。她嘴角勾起，熟练地讲解着我的每一条构思。这不可能，沈田雅甚至和我都不是一个组，怎么可能会拿到我的提案？而且我的电脑密码只有我知道，即使我把电脑留在了公司，也没人能打开啊！我睁大眼睛看向一边的姜卫，他坐在会议桌最角落的地方，看到我看他，姜卫微微低头，避开了我的眼神。这一下子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如果说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电脑密码，那必然就是姜卫。我从来对他都不设防，他在家经常用我的电脑，是他拿走了我的提案，然后交给了沈田雅。这一刻，我看着正眉飞色舞、口若悬河的沈田雅，气得几乎眼前发黑。我自问从来都没有对不起姜卫，他劈腿把我当傻逼耍，我也体面地跟他分手了。分手后也没再跟他联系，可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多日以来的紧绷和此时的愤怒糅杂在一起，让我几乎浑身颤抖。这时候，沈田雅已经快讲完了。我的提案本来就几近完美，再加上他的口才不错，还没说完，我就看到几个领导面露微笑，满意地点点头。沈田雅更加得意，快速地把剩下的内容说完，优雅地站定。不错，不错。部门经理率先鼓掌。小沈的提案非常好，可行性很高，一看就是用了心的。随即他转过头来看我，小阮，你的提案呢？也上来说说吧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沈田雅，把手里的提案合上了，站起了身来道：沈田雅手里的提案就是我的，他偷了我的提案。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瞬间炸开了锅。沈田雅蹙了蹙眉道：阮胜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不过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你总得分分场合吧。我看向姜卫，语气里压抑着愤怒：是你偷走我的提案给他的吧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为了这个提案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部门经理皱眉看我，姜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姜卫站起来，他没有看我，而是侧身注视着部门经理，低声道：我不知道阮胜在说什么，提案就是沈田雅的。我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，我愤怒地冲上去，扯住他的衣服领子，骂道：你不知道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在家熬了整整1个月，你会看不见？沈田雅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拽开了我。阮胜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脑子不好就去看医生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一个实习生才来了多久？怎么可能写出这种提案来？你撒谎也有点谱行吗？沈田雅很聪明，她知道应该从哪里反驳我。果然，她话音刚落，所有人的目光就集中在了我身上。部门经理有些不悦地看着人事道：你怎么招的人？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？
任氏也愣住了，赶紧站起来斥责我道：“阮胜，你别发疯了！”沈田雅挑衅地睨着我，好一招一石二鸟，既拿到了我的提案，在领导面前露脸，又顺利铲除了我这个前女友。我看着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，恨得牙根儿痒痒。出去出去！任氏上来推我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明天就别来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推开他的手，朝着沈田雅道：“你应该再晚点偷那份提案的，姜卫给你的压根儿就不是我的最终稿，里面有几个漏洞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”沈田雅愣了一下，随即面色瞬间泛起青白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阮胜，都叫你走了，你没听明白吗？别在这自取其辱了。”人事部想把事情闹大，又要上来拉我，部门经理却开了口：“等等，让他说完。”阮胜，你说有漏洞，漏洞在哪里？我看了一眼面色惊慌却强装淡定的沈田雅，走上去挤开了他，打开我的提案。首先，这次与天花的合作，沈田雅说天花现在的在线用户是1300万，这就是错的。据我后来查询统计，除去重复账号和无效账号，天花的实际用户大概在900万左右，所以这个价格给得太高了。其次，天花的信誉也并非提案里说的那么好，虽然他们的官网没有显示，但是我查到他们在2023年还有一笔坏账没有结清，这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资金链断裂。我微微抬头，瞥了一眼沈田雅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沈田雅，你偷走提案的时候，压根本就没仔细看过吧？只是直接拿过来了。我劝你没这个本事，就别吃这碗饭。部门经理的面色严肃起来。你说坏账，拿给我看看。我走过去，把提案交给部门经理。他一目十行，看完那一页，沉思道：“我记得的确天花有这么一笔账，你说的不错。”他这话一出口，沈田雅的脸瞬间煞白起来，姜卫也面色铁青地盯着我。所有人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小沈，部门经理脸色微沉。小姑娘有进取心是好事儿，但是用错了地方就不好了。经理，沈田雅身体晃了晃，颤声道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您听我解释。”别说了，小阮，一会儿把提案送到我办公室。部门经理打断了他的话，瞥了一眼他和姜卫，转身出去了。我对着沈田雅微微一笑，如愿看到了他咬牙切齿的表情。你别得意得太早。沈田雅眯着眼道：“阮胜，我舅舅是经理，这件事儿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懒得和他说话，转身出去了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我刚想上我的小破车，手腕却突然被人拽住了。姜卫语气很不好：“阮胜，你今天为什么要那么让田雅下不来台？”我简直惊呆了。转身瞪他：“你没毛病吧？有病就赶紧治。那个提案对你来说又不是很重要。”他烦躁地揉了揉头发：“你以后还会有很多这种提案，但是这个机会对田雅来说特别重要。她本来有可能升组长的，偷别人的东西去升职吗？”我看着眼前的姜卫，只觉得特别陌生。我本来说好给他提案，他升组长就会去求他舅舅把我留下。姜卫皱眉看着我，脸上全是不赞同。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阮胜，你只是一个实习生，你又不缺那份提案，你去跟部门经理说说好不好？你就说是你胡说的，把你的最终版发给沈田雅，事情还有的挽救。我彻底被姜卫的不要脸震撼到了。之前我没看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短短几个月，一个人真的会变得面目全非吗？我呆呆道：“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”姜卫一愣，随即侧过脸去轻声道：“
我会跟田雅说说，让她把你留下。我气笑了。姜卫，你说这话自己信吗？有多远滚多远好吗？再他妈跟我放这些狗屁，我就去把事情闹大。他沈田雅能留下，你就得他妈收拾铺盖走人了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姜卫微微睁大眼睛。你以前很善解人意的，我感觉再多跟他说一句话都要吐出来了。要不是我爸不许，我现在就要回家让他把这对狗男女踢出去。我直接启动了车，一眼都没看他就踩了油门冲出去。姜卫被我带了个趔趄，还在后面喊我阮胜，阮胜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因为姜卫的一番话，恶心的我直到第二天还心情很不好。我正坐在桌前完善提案，一边的同事突然小声叫我阮阮，沈田雅晚上要请咱们部门吃饭，你去不去呀？自从我跟沈田雅闹了那么一次之后，我俩就算彻底撕破脸了。他看我那眼神儿，恨不得要从我身上撕下肉来似的。我也不知道人怎么能不要脸到这个地步，可能这就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吧。龙找龙，虎找虎，癞蛤蟆找辣辣姑。沈田雅因为总经理舅舅的原因，到底没受什么影响。部门经理给了他一分面子，没再提起这件事，连带着姜卫也被保了下来。不过我也并不是很在意，等我接手了公司，由我治他们的时候，且让他们再蹦跶一会儿。我还没答话，沈田雅就来了我们办公区，大声道：晚上我请客，和盛楼，大家务必赏光啊！同事有些愿意捧他臭脚，恭维道：沈大小姐出手就是不一样，和盛楼人均不得好几百，今晚上又能享福了。是啊，也就跟着田雅沾沾光，我们自己哪舍得去？一定去，一定去！我转过去，假装没听见。沈田雅却特意走到了我跟前，她身上还背着姜卫送她的LV，走到我跟前，有意无意地展示着那个包。阮胜，你今天晚上也会去的吧？我们之前可能有点误会，不过同事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他笑着看着我，瞥了一眼一边的同事。对呀，那个同事会意附和道：去呗，田雅都亲自邀请你了，不去可就是不给人家面子了呀。我看着沈田雅眼底深处隐藏不住的恶意，心说我他妈给你们这群逼什么面子，你们也配？但是盛阳底层的风气已经不太好了，关系户横行，我想去看看他们真实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。于是点点头道：好啊，我肯定赏脸。沈田雅表情一致，片刻后咬着牙道：那真是太好了。这场饭局是沈田雅为了彻底平息之前的风波，堵住同事的嘴请的，因此选的地方还不错，属于中上等，人均大概400-500。我开着我的小破比亚迪就到了饭店。其实我毕业的时候，我爸送了我几辆车，帕拉梅拉、大 G、阿斯顿马丁，但是我不喜欢那么高调，几乎从来没有开过，连姜卫都不知道。一到门口，我就看到所有人都在围着沈田雅，众星捧月似的，连之前态度特别不好的人士都对着他笑出了一脸褶子。姜卫在他身边微笑着，感受着与有荣焉的自豪。这场景看得我很不舒服，我不想过去凑热闹。沈田雅却一眼就看到了我，她眼睛一亮，在人群中伸出手来，指着我大声喊道：阮胜！我顿了一下，转回头来跟几个同事打招呼。人事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沈田雅一眼，假装没看到我似的扭过头去。沈田雅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印着奔驰车标的车钥匙，递给了一边的服务员，居高临下道：给我把车去停一下。服务员恭敬地接过钥匙，出门按开了一辆奔驰 S 级。其他几个同学都恭维道：
还得是田雅呀，又换车了。我记得之前还是路虎的。对呀，咱们田雅自己是白富美，舅舅又是总经理，人生赢家呀，找了个男朋友还这么帅。沈田雅嘴角露出一丝骄矜的笑意。行了行了，对了，阮胜，你开的什么车呀？让服务生帮你停一下呀。我摆摆手，不用，我车停地下了。哦，沈田雅睁大眼睛，做出一副好奇状。你开的什么车呀？我平静道，比亚迪。啊，他夸张道，我看你背的包都挺好的，还以为你家里条件很好呢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多你这样的白富美呀？你就是太天真了，田雅。任氏也点了点头，意有所指道，现在有些小姑娘啊，就是太虚荣了，用那种贷款买包呢。你条件这么好，不知道也是正常的。我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包，爱马仕喜马拉雅钻扣，我妈给我买的，我也忘了具体多少钱了，大概能买2辆奔驰 S 吧。其实我对奢侈品是完全不追求的，但是我妈经常给自己买的时候，也捎带着给我买一个。我家里的包多的都装不下了，这些包对我来说跟帆布包没啥差别，我都是换着背。之前可能背过 Gucci 和香奈儿什么的，被沈田雅看到了，都是高仿罢了。任氏继续道，我朋友圈就有卖的，一个 A 货才几百，你可别被骗了。有些人不是真的白富美，就爱装白富美。沈田雅一听这话，捂着嘴笑了，还真是长见识了。一边的姜卫表情复杂地看着我，似乎有些怜悯，又似乎有些鄙夷。我看着任氏，不知道他对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恶意。明明我从来没得罪过他，不过转念我就明白过来了。任氏最近正面临着升人事经理的岗位，有不少人都在盯着这个岗。他知道我跟沈田雅之间有矛盾，想踩着我讨好沈田雅，让他在他舅舅面前美言几句。我看了一眼任氏，记下了他的名字。这个小人我必须铲除，最晚年底就得让他下岗。这种东西如果当了人事经理，掌管盛阳的人事，盛阳岂不要变成关系户的天下？几个人奚落了我一番，就围着沈田雅进了包厢。沈田雅坐在主位上，随便把我安排进了一个角落，我也不在意，自己吃自己的菜。可沈田雅还是不打算放过我，她指着我身上的包笑道：“阮胜，你这个是喜马拉雅吧？做的还挺真的。你这个多少钱啊？背个假包也不嫌丢人。”任氏轻蔑地看了我一眼，背个高仿更丢人好吗？沈田雅笑着点点头，对呀，阮胜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但是做人最好别太虚荣，你说呢？整个包厢都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，大家都感觉到气氛变了。沈田雅已经开始对我集中火力了，我有点烦了。这群人平时不好好工作，给他们发钱就在这勾心斗角，这可是我家的公司啊！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一边坐着的王姐就开口了：“沈田雅，你那车是租来的吧？一天多少钱呢？”我惊讶地看着她。王姐也是人事部门的，但她家是真有钱，是最早的一批拆迁户。她出来工作纯粹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。早听说她不喜欢沈田雅的做派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大庭广众就跟她撕起来了。沈田雅脸色瞬间僵硬了，她磕磕巴巴道：“什么租来的？王姐，你说什么呢？”王姐笑了，她拿出手机来找出一个人的朋友圈：“你这辆车我朋友也租过，沪 T431X， 因为是我的生日，我就记下来了。没钱就别硬装，连奔驰也得租。做人最好别太虚荣，你说呢？”沈田雅面色一白，张了张嘴，却没说出话来。
其实他那辆车的车牌号我们压根就不记得，但看他这个反应，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这个白富美还真是装出来的。这是刚刚沈田雅说的话，我一听就乐了。沈田雅看见我笑，顿时大怒道：“你笑什么呀，阮胜？你天天背个破高仿，你有意思吗？我车是因为去 4S 店保养了才租了辆车，你呢？你那辆破车卖废铁都不要吧？”我笑道：“急了急了，我这包能买你2辆车，你装什么呀？2辆车？”沈田雅轻蔑地笑了：“谁不知道你天天开个不到10万的车上下班，你能背200万的包会开这种车？你撒谎也有个限度好吧？”一边的人士也附和道：“对啊，吹牛逼也有个度，阮胜，虚荣还无所谓，撒谎就是人品问题了。”姜卫满脸失望地看着我：“阮胜，你什么条件我最了解了，你跟田雅认个错，把这事儿翻篇吧。”我被这群傻逼气得正要拍案而起，一边的王姐却突然拿过我的包，认真地看了看后，表情严肃下来。爱马仕的喜马拉雅铂金包，还是钻石扣的，雾面白色，这确实是真的。我也有一只，不过我的是普通款的。阮胜，你深藏不露啊！别人说话，这些人还不信，但是王姐一开口，所有人就都震惊了。大家都知道王姐家有钱，什么爱马仕对她来说就跟玩儿一样，她的眼神是不会出错的。沈田雅的表情十分精彩，她愣愣地看着。什么？王姐轻轻摸了一下包面，赞叹道：“我也想买这个来着，没买到。不过对于奔驰都要租的人来说，你应该见都没见过吧？没见识不可怕，没钱还要硬装旧。”王姐把包递给我，朝着沈田雅挑衅地抿了抿唇：“怎么可能？”沈田雅失态的大喊：“我不信！姜卫明明告诉我你很穷的。”姜卫也不敢置信地看向我，所有人看着沈田雅的目光都冷了下来。本来以为是家里有权有势的白富美，没想到连车都是租的。我没搭他的话，跟同事们笑道：“大家吃饭啊，这家虽然便宜，但是菜还是挺实惠的。”同事们对我的态度客气了很多，目光似有如无地流连在我的包上。接下来的半场，沈田雅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强撑着挺到最后去结了账。我走出酒店，跟沈田雅笑道：“快把车还回去吧，晚了就要加钱了。”同事们纷纷捂着嘴偷笑。沈田雅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如果目光能杀人，他可能就要把我钉死在这了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姜卫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怎么能这样？”阮胜，你一直就没信过我。我冷笑一声，拉黑了姜卫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晦气！这件事过后，我跟沈田雅真正势同水火起来。我的提案通过了，顺利地凭着自己留在了盛阳，姜卫也留下了。因为沈田雅跟人事打了招呼，我们3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孽缘，都被分配到了一个小组。这天下班的时候，我被同事叫住了：“副经理让你去一趟办公室。”他的表情欲言又止，我估计没什么好事儿。果然一进办公室，我就看到了人事、沈田雅、姜卫都在屋里，有这几个人在保证没好事儿。我有些烦躁，看着副经理等他说话。副经理点了点人事：“你把具体情况跟小阮说一下。”人事斜睨了我一眼，不怀好意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张总，第3组的人太多了，其他组都控制在10个人以内，只有第3组是11个人。我们觉得这样下去会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，应该从第3组裁掉1个人。”沈田雅嘴角勾起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8成又是他搞的事。
只不过这次来了个釜底抽薪，打算把我踢出去。我有时候真的很佩服沈田雅，她真是坚持搞事，从不松懈，就好像我是她杀父仇人一样。我没搭理人事，直直地看向副经理。这个副经理平时就跟沈田雅走得很近，估计这次只是走个形式，想要把我直接劝退。果然，副经理点点头道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你觉得应该裁掉谁呢？”人事上前一步道：“第三组最新来的有沈田雅、姜卫和阮胜。沈田雅工作努力认真，参与了不少项目，能力杰出。姜卫为人处事也很好，小伙子很有潜力，也爱学习。阮胜，他白了我一眼道：阮胜在同事里风评挺不好的，仗着家里有钱，工作不认真，也不团结同事，总是跟同事有矛盾。张总，我觉得应该裁掉阮胜。”我被他瞪眼说下话的本事气笑了。何姐，我来了3个月，交了4个提案，我工作不认真，我仗着家里有钱，又是怎么仗了？你说我跟同事有矛盾，说的是哪个同事啊？人事连看都没看我，轻蔑道：“这就是你跟前辈说话的态度。你父母没教过你什么叫教养？”副经理也皱眉道：“小阮啊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别人说你有问题是希望你进步，你不要总从别人身上寻找问题，年轻人要谦虚一点。”沈田雅得意地看着我，一边的姜卫也点头道：“张总，我可以作证，阮胜确实总是跟同事有矛盾。之前田雅请同事吃饭，想缓和一下关系，阮胜说话夹枪带棒的。我同意何姐的说法。”副经理仰在真皮座椅上看着我，装腔作势道：“你看，小阮，不是我不护着你，实在是你引起了众怒啊！”他们几个一唱一和，简直跟他妈讲小品一样。我感觉心里压抑着的怒火越来越盛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副经理道：“说白了，不就因为他舅舅是总经理吗？你装什么逼呢？你怎么说话的？”副经理勃然大怒，拍桌子道：“你有没有教养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如果说趋炎附势的拍马屁，给人下绊子就是教养，那我确实没有。我这脸皮都长你们脸上了，瞅瞅这一个个脸皮厚的他妈，跟城墙似的。人事鄙夷道：“你舅舅要是总经理，你也行，没本事就别说这些废话。有钱有什么用？有钱充其量是个暴发户，有权才是真的。”这一刻，我出离愤怒了。我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我的男朋友嫌贫爱富跟我分手，女同事知三当三插足我的感情，我都没有说什么。我只是在努力工作，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。只因为一个在他们眼里看来有权有势的人看我不顺眼，这些压根就不了解我的人就上赶着落井下石，讨好别人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太过隐忍，从一开始我就把他们都开了。我注视着人事，平静地开口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谁有权有势，谁就有话语权？”当然，人事讥讽地笑道：“这是社会，你还以为是你学校里那一套呢？”姜卫也附和道：“对，阮胜，你总是这么天真，你醒醒吧。”我点点头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说着，我转头对副经理道：“给董事长打电话。”副经理一怔：“你疯了吧，阮胜？你就是告到董事长，那也没用。”我摇摇头。你猜我什么叫阮胜？这一句话问得没头没脑。副经理拧眉道：“你叫什么？关我什么事？”我慢悠悠道：“因为我妈叫阮阳，我爸叫盛开强，我跟我妈姓，盛阳就是用了我爸的姓和我妈的名。你现在懂了吗？”这一下子，办公室里所有人都笑了。沈田雅笑得尤其夸张，
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阮胜，你是不是受的刺激太大，失心疯了？需要我给你叫救护车吗？这也太牵强了吧。对呀，10项点你就赶紧收拾东西走人，不然我给你简历上写点什么，看哪个公司还敢要你。人事也满脸嘲讽的笑意，胡说八道也不能太离谱。你是董事长的闺女，我还是董事长的爹呢，谁是我爹？谁是我爹？办公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，我爸面色铁青地出现在了门外，总经理带着所有的部门经理跟在他身后，面色惊恐地看了进来。我心里突然很委屈，走过去站在我爸身边，指着副经理道：爸，他要开除我。话音刚落，满场皆惊，副经理猛地站起身来，见了鬼一样惊声道：爸！我爸冷笑一声：不敢，我可生不出你这么大的儿子。你要开除我闺女，我倒想问问你开除的理由是什么？人是震惊地看着我爸，满脸煞白，脚下一软就倚在了墙上。副经理额头早已冷汗涔涔，他瞪着我的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里出来了，随后一下子反应过来，陪着笑道：董事长，这都是误会。什么误会呀？我爸踱步进来，一屁股坐在了副经理的真皮座椅上。我倒想知道我闺女犯了什么错，刚才隐约听着你们说她没有教养，可能是我的家教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说说，我也改进一下。他冷眼看着副经理，语气不渝。副经理冷汗已经顺着脸滴下来了，讷地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弓腰在一边站着，不敢抬头。沈田雅和姜卫早就吓傻了，在一边傻愣愣地站着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叫你到基层工作，是为了你将来更好地接手公司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？什么臭鱼烂虾都能欺负你！我爸不满地盯着我，我冷哼一声道：谁让人家的舅舅是总经理呢？我又没有关系，人家看不起我也是正常的。舅舅，我爸眉头拧紧，看向一边的总经理。总经理愣了一下，惊慌道：什么舅舅？董事长，我不知道啊。透过办公室透明的玻璃，我看到外面的同事都看好戏似的往这边伸着脖子。董事长来了，还带着所有的经理，这么大阵仗，大家还是第一次见。在听到董事长是我爸爸后，同事们的表情都惊愕无比，手头的工作也不干了，恨不得把耳朵伸进来听八卦。老杜，哪个是你外甥女？也不给我们引荐引荐。我爸斜了一眼总经理，他话里话外透露着不满。总经理早就吓坏了，立马解释道：盛董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啊，肯定是有人诬陷我。一边的沈田雅面色惨白，上前一步，虚弱道：舅舅，我是田雅呀。总经理皱眉看了他一眼：我是独生子，没有姐姐妹妹，哪来的舅舅？你不要乱攀关系。沈田雅身子一晃，急道：我妈妈是田莹，是您的远房表姐，之前您回来的时候我们见过的。田莹。总经理沉思了一会儿，义正辞严道：不认识，不要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就过来攀关系，盛阳不是拉关系的地方。我看了一眼总经理，他倒是聪明，认不认识现在也不能认识了。人事和姜卫猛地扭头看向沈田雅，门外的同事们早已开始交头接耳，哪怕没听见他们说什么，我也能猜得出来，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沈田雅，因为他们都指指点点，表情惊讶中带着鄙夷。总经理上前一步，对着我爸表忠心道：盛董，这种人我们公司不能留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把亲戚安插进来过，这事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爸不置可否地撇过头去问副经理：是我闺女说的这么回事吗？你们看不起她就要开除她？我倒不知道，在我自己的公司里，
还有人能开除我闺女？你好大的威风啊！副经理早已吓得两股战战，那边的人事更是简直就要当场晕过去了，一个劲儿的连说不敢，都是误会。我爸没搭理他们，站起来走到我身边。公司的业务学得怎么样了？下个月开始你就接手吧，到管理层来，基层的业务了解了解就够了，主要还是要做好公司的规划管理。盛阳以后还是要你撑起来的。我点点头道：好的。然后我爸就带着一众的经理出门了，他不需要再多说什么，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态度。总经理回过头来狠狠瞪了一眼部门副总，冲着我恭敬道：阮小姐您放心，这事儿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。我点点头，跟着走出去。从副经理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同事们看着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他们面色严肃，都在假装工作。之前帮沈田雅骂过我的人，大气都不敢出，埋着头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。沈田雅呆滞地跟在我后面出来，这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，总经理压根就不是他的亲舅舅，他只是在扯着虎皮，拉着不知道哪门子远房亲戚的关系，在公司里横行霸道。之前还对他谄媚无比的同事，现在全部都变了脸。大家早就受够了他那一套，纷纷落井下石，嘲讽道：还真是长见识了，没见过上赶着攀关系的，这他妈不纯一个骗子吗？牛皮都快吹破天了，一表3000里的表舅也能算舅舅？你舅舅简直要被你坑死了呀，沈田雅！是啊，怪不得连车都是租来的，感情什么都是骗来的，要不要脸啊你？还有人直接去把他桌上的东西一把拿走道：之前说你舅舅是董事长，把我的杯子和包都拿走了。好家伙，原来你这是诈骗啊！沈田雅有些无助地退了一步，撞在了身后姜卫的身上。他扭过头来，泪眼盈盈地看着姜卫。姜卫没说话，他表情很难看，一把推开了身前的沈田雅道：你居然骗我！沈田雅失魂落魄地看着他：我没骗你，他真是我舅舅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说跟我在一起是因为喜欢我吗？姜卫冷笑道：喜欢你？你也配？沈田雅惊呆了，看着姜卫说不出话来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。我看着这一出闹剧，心里实在是有些厌烦，跟经理打了个招呼就提前回家了。我想休息一下，可是没过多久，我的门就被敲响了。打开门一看，姜卫正捧着一束花站在门口。我心里实在叹服，这家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，刚才还恨不得置我于死地，要把我踢出公司，现在就能屈能伸来给我送花了。姜卫满脸诚恳地看着我：软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对不起，我不喜欢沈田雅，我真的就是一时糊涂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刚要说话，他又打断我道：但是你也一直都不信任我，你如果早告诉我你爸爸是盛阳的董事长，我们也就不会分手了，你也有错呀。我简直无语至极。我看着姜卫道：你既然这么想当个老板，就不该来找我，你直接去找我爸就得了。姜卫面色沉痛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，哭诉道：软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彼此都是初恋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人都会犯错的，你得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啊！他哭得就好像死了爹妈一样，我看着他这副作态，心里作呕。我轻声道：你记不记得分手的时候，我叫你不要后悔，你跟我说保证不会后悔。姜卫凑过来抱住我的腿：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但是我还是喜欢你的软。我跟沈田雅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留在盛阳，
我想等我扎根下来，就跟他分手，再回来找你的。我嘲讽地笑了笑。那我是不是还应该感到荣幸？姜卫，我本来是想半年后接手公司，就让你当总经理的。但现在看来，你似乎更喜欢当总经理的表外甥女婿。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别让太我看不起你。说着，我就把门狠狠关上了。姜卫在门外嚎啕大哭，哭得我心烦意乱，干脆走到卧室，把门关上，大声地放起音乐。他现在哭，只是因为他后悔错过了当总经理的机会，但他后悔的从来都不是跟我分手。这个人真的太现实了。我不禁想，钱有的时候真是个好东西，就像照妖镜一样，能照出皮囊下到底是人是鬼。那之后，姜卫又来找了我几次，只不过我态度都很坚决。我跟他说，如果再来骚扰我，就让我爸在行业内封杀他。他才不甘不愿地走了。3个月后，我空降到了公司，成了总经理。在进公司的第1天，我就被沈田雅叫住了。她憔悴了许多，脸色枯黄，看起来过得不是很好。那个一直背着的蓝色 LV 也消失了，听说是被姜卫要回去了。他拦住我，脸上的表情谦卑而恭敬，和之前的趾高气扬截然不同。但我还是能看出他眼底深处隐藏着的不甘。阮胜，他低头小声道：“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我为我的所作所为和你道歉，能不能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计较了。”他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。我这些天过得很不好，也算得到惩罚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求求你，如果离开盛阳，我真的活不下去，你发发善心好不好？我看了他一眼道，在你仗势欺人的那一刻，就该想到有人也会这样对你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个道理不用我再教你了吧？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现在已经晚了。我转身把沈田雅甩在原地，身后传来了她低低的哭声，绝望又无助。升职的第1天，我就给全公司开了一次大会。巨大的会议厅里乌泱泱的一片人，但我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姜卫和他身边面色苍白的沈田雅。主要是他俩的脸色太难看了，难看的特别出众。之前针对过我的人，我爸都没有开除，他的意思是把这些人留给我立威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站在台上拿着话筒，看着下面许多正低着头颤抖的人，这些都是之前针对过我的人，只不过现在他们的表情全然不同了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我们盛阳正在走在国际化的路上，是要把盛阳打造成国内外顶尖的品牌，而现在公司内出现了很多不良的风气，这是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。但是我希望我上任之后不要再看到这种所谓的关系户横行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吃这碗饭，把盛阳一起打造得越来越好。目前的乱象必须得以整顿。沈田雅、姜卫、何琼还有张启超，你们不想着怎么好好工作，天天把心思放在怎么拉关系攀高枝上，把整个盛阳的风气搞得一团糟，一会儿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。财务会给你们多结1个月的工资，盛阳不欢迎你们这种人。这几个人身子一晃，几乎支撑不住，面色惨白地低下头。如果不是看过之前他们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些人都有2副面孔。我站直身子，看着下面所有的人，他们的表情有的畏惧，有的震惊，有的好奇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不一样的，但他们眼里都有一种东西叫做臣服，臣服于我的位置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我爸为什么让我隐藏身份到基层体验生活。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也不是坏事，
如果我一直在我爸的庇护之下，那我是绝对看不到这些人真实的一面的。我心里感慨万千，扫视了一遍所有人敬畏的目光，沉声道：“散会。”沈田雅一下子歪倒了，愣愣地坐在了地上。我看着这些人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突然释然了。这些人不过是我人生路上的小小插曲，过眼云烟。我走得越高，他们就越渺小。我收回目光，朝着办公室走去。今晚还有一个谈判，我得养精蓄锐。我的路还有很远，未来一片光明。迟早我会不需要依靠我爸，让所有人对我真正臣服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